美国的利率政策会对比特币造成什么影响呢？GBTC 还会有抛压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开的这档以太坊多单呢，目前依然有着相同的仓位，我们没有加仓也没有减仓，但我们争取到了非常好的入场价位，所以现在呢，我们依然是浮盈当中，而且这个浮盈呢是有稍微的往上增加一些些。那现在其实总和的浮盈啊，已经超过了10颗的以太坊了。那折合成台币的话，也是70多万啊，也不少了。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也可以质押$500，3天就可以获得$36.5的现金，一样是现金可以提币的。而且这两个活动呢，相互不影响，你可以同时参加。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在过去的利率政策的变化，然后对应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都出现了什么反应呢？那我们看这个整体的图表呢，从1980这个有点太久了，我们看近10年就好。我们就从最近的一次的周期呢，我们来对应一下我们这一次我认为这2次呢，绝对有可以类比的地方。首先呢，我们前面在这一段它其实都产生了加息的周期不断的加息。那其实我们自从2022年呢开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加息，那直到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终端利率了。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有走过终端利率，然后到了终端利率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降息啦。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过往比特币在走终端利率还有开始降息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样行情的变化，然后对应到之前的行情，我们就可以推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之前呢，在终端利率的时候，它是从2018年的12月，然后一直到2020年的7月，2019年的7月等于说是18年的12月到19年的7月，我们在终端利率那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图表上面给标示一下。好，我们来看到之前呢，在18年的12月就在这里，没错，就在这里，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7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处于终端利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呢，对应到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它就是在小牛的周期当中不断的上涨，然后当我们开始降息就是我们从19年的7月呢，从19年的7月一直到20年的4月这段我们在降息的周期当中你可以看到，那如果我们对应到图表当中呢，就是19年的7月好到20年的4月，那其实对应的呢，我相信这2段是完全不同的行情。那我们在这段第一段白色区的时间点呢，我们走的就是终端利率。然后呢，我们到了第2段的区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走的就是降息。那我们接下来即将也迎来降息。好，降息那我们在降息的过程呢，你可以发现其实比特币的价格呢，它是在往下走的这其实跟普遍上的认知是有些不同的。因为降息呢，其实对于比特币来说，它肯定是一个利多嘛，但其实利多落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利空。至少我们从过往的周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终端利率的时候呢，我们在上涨，那我们开始降息的时候，比特币就开始跌了。所以我们来对应一下我们当前的盘面我们当前其实已经到了终端利率了。我们终端利率呢，早在23年的8月就到了23年的8月2号我们就已经走到了。我们来看一下23年的8月2号，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已经走到了终端利率了。那你其实可以发现呢，23年的8月就是我们这段暴力上涨的起始点。那我们这段维持在终端利率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结束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来预测一下未来的行情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CME 的Fed Watch Tool， 你可以发现呢，至少根据很多人的这个判断就以这个几率来说呢，我们会一直维持到24年的5月1号呢，我们才会迎来第一次的降息。那甚至这个降息的日期呢，有可能再被往后甚至有可能到6月12号。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抓5月1号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到比特币的盘面5月1号，24年的5月1号在什么位置呢？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段白色的区间呢，我们就会走的是终端利率。然后把终端利率呢给复制过来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只要维持在终端利率呢，基本上我们都会不断的上涨不断的上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也会不断的上涨。但是呢，
我们在走完终端利率之后呢，我们从5月1号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迎来降息了。那我相信我们开始降息之后呢，对于比特币的市场，它很有可能会跟上次一样形成一个利空，所以我们有可能呢，这段行情它就是到了5月1号之后，有可能就会开始进行下跌回调。就像我们前面讲啊，但是这个下跌它也不是暴跌，它是走这种震荡下跌。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过往的这段走势。我在走降息的时候呢，我们是走这种震荡下跌的。当然，这个是312事件，当时也是新冠疫情的影响。那这次会有什么黑天鹅？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到降息之后呢，有可能行情会迎来一段的回调。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不过还有一段时间，大概还有3个月，因为我们5月初呢到现在大概还有3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了。不过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资料，就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它可以显示Genesis 它要重组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会有很多在之前熊市破产的这些机构它要破产重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抛售他们的加密货币的资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看到 FTX 破产重组呢，它就抛售了价值10亿美金的 GPTC。那当然 GPTC 它现在是变成现货 ETF， 这个没问题。那么当 Genesis 它要抛售这些 GBTC 的话，就会对市场造成很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FTX 是抛售价值10亿美金的 GBTC 嘛，那其实 Genesis 呢，它手上是持有的价值相当于接近14亿美金的 GBTC。当然，它衡量价值的时间点呢，是以24年的1月底1月30号为基准的。那如果说这些 GBTC 呢，它也被拿到市场上抛售的话，绝对会对比特币形成一定的抛压。那这点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就跟之前 FTX 的事情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它后面包括一些记者会或者说它重组的情况会怎么走。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比特币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因为毕竟 GBTC 它的份额还是很大的，绝对会对市场上造成很深刻的影响。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减半吧。减半只剩下70天了，有人可能会说，减半之前不是只剩下你1天前、2天前说剩下70天，怎么现在还剩下70天呢？甚至快到71天了。因为其实这个时间是谁也说不准这个时间它只是用推估的，因为它其实是按照区块产生的速度，然后来去计算这个减半的时间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倒数计时但就会在那个区间左右就大概会在2个月多一点点的时候呢，就会减半了。好，那非常恭喜我们的牛市快来了，只剩下70天，已经进入了最后倒数了。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